我敢说阿 Z 跟阿 Vix 在他面前只是个垃圾。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又回来讲露娜了。其实我也是不想要讲这个人了可是有人跟我举报他又刷分了。各位还记得之前我做过一期关于露娜的影片吗？就是要求他的队友必须要强制在线，如果不在线的话，露娜会帮你找代打，但是你必须要交钱给他。但是近期发现他的账号居然移民到164也就是日本第一的大先锋王国，并且你们还发现到吗？他的击杀已经变成405亿击杀了。网络上是有记忆的，我们看回之前的影片。之前的影片我说他强制队友去打仗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击杀340亿的击杀，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关市，这点要注意。这张图片截图的时间呢是在4月14号，刚好第二天4月15号就是他们打官司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露娜在那边做地鼠，旗帜是已经被烧了，他的露娜大军也不知道跑哪里去，地图上看到比较多的都是敌人。他的队友也是做地鼠，虽然那个截图已经被剪了一点，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右上角也是有写4月15号。那露娜所说的实际上他的击杀有500亿，到底500亿在哪里呢？打架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呢？然后这张截图呢是皮卡丘截图的，你们可以看到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变成16号，他的击杀已经变成344亿了，就是说他一天的击杀积分呢其实可以拿到4亿左右，换算下来差不多是一天击杀2000多万的 T5， 其实他的击杀已经算是很高了。那么4月15号开始打嘛，我们看到最后的记录5月8号，刚好 ROK Boss 还没有更新的，这里可以看到他的击杀是362亿，就是说他从官司开的时候打到5月8号为止是击杀了20亿。然后这个截图是我在昨天17号去截图的，他突然之间变成400亿击杀，从4月15号开始，也就是官司开放的那个时刻，到最后5月8号，总共有23天。他在23天里面击杀20亿，可是5月8号到5月17号之间，相差5天的时间而已，他就已经击杀50亿了。你们觉得这个合理吗？那也有可能有些玩家会说，有可能5月8号之后他刚好是打黄庭呢。根据露娜之前的王国1777的编年史来做计算，攻城略地完成的时间呢是在5月2号。那我给他一鼓作气完成的时间需要3天左右，也就大概5月6号或者是5月5号就会开放关6。他们报名的地图就是奥尔良之围，奥尔良之围的关6也就是黄庭之战了。那我算远一点吧，可能5月6号开黄庭。他的王国 KVK 是在 CD 组 ，CD 组一般打黄庭可以打多久？那么我给他连续打2天吧，打到8号9号左右，黄庭之战就已经结束了。可是根据 ROK Board 的记录，在5月8号的时候，他的击杀是已经固定了362亿，那时候黄庭应该尘埃落定了，就算要打也是死兵比较多，他又怎样打到40亿击杀呢？900上一场 KVK 我有帮忙打嘛，我总共是帮号主打了50亿击杀，我是花了差不多5-6天的时间才刷到50亿。可是先锋国战局跟这种 CD 主战局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持续打好几天。我们把露娜这一次的击杀积分算在一起吧，总共是64亿击杀。换去960的记录，也就是排在第7名 C-View 的位置。刚好 C-View 就是主播，他也有开直播，你们应该也看到，当 C-View 要打到这个击杀积分的时候，他是打了多久？每天没日没夜的打，而且要跟着队友才可以一起打到这个分数，并且是从关5打到黄庭，也就是关7才可以拿到这个分数。再次注明，这个是先锋战局。就算是这么能打的 RZ 跟 RVX 呢，最多也就击杀到100亿击杀。目前 RZ 441亿，RVX 439亿，露娜405亿。根据排名排下来，露娜应该拿第5名了。但是有多少玩家是相信他的击杀是真的呢？他自己的记录就已经很明显有造假的成分了。他自己有在我的评论区留言过 ，ROK 不存在100% 击杀分都来自打仗的玩家。阿基在412的时候下先锋都有要求别人去撞他城市，也有视频证明打仗而来的击杀分数可能是95% 到99% 区间。他说他的比例跟前10其他人没有区别，接着还说他个人打仗打出来的击杀应该是全服第一，340亿至少有330亿是来自其他阵营的击杀。他拥有2个100多亿打到超过200亿分的号，总数肯定超过500亿了。那他这2个账号是不是在互刷呢？并且他还说 RVX 不是一个人玩，而且买的号比如亚老原本的那个击杀也不是他打的。当他说完之后，下面就有人呛他每季都要盟友拿兵去撞自己的城市刷击杀，还好意思说自己的击杀95到99% 是自己打的。确实是打的，只是打自己的盟友。假设观众所说的是真的话，那他打自己的盟友获得击杀积分呢？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打了20多天，直到黄庭开放为止，只有20亿击杀。
黄庭之后突然冒出了44亿击杀，那44亿有很大可能就是他跟自己的队友又或者是跟他自己的小号队打了。可是他这样子打不是很浪费资源吗？你们不要忘记了，他移民去1647了。据说他在移民前呢有800亿资源，800亿资源其实是可以够他去刷击杀了。反正移民也带不走资源，与其是浪费了，还不如拿来刷击杀分数呢。那当然了，这些也是我们听回来的消息而已。或许露娜才是真正深藏不露的战神呢。如果那个数据是真的，他在9天之内可以击杀44亿积分，我敢说 RZ 跟 Avix 在他面前只是个垃圾。像露娜之前就有说过了，豹哥都不一定能赢他，那种杂鱼是什么东西？这个对话相信有很多人都看过了。那么直到今天呢，露娜还是保持着这样的态度。这是前几个月的对话，全960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他，能比得过他的只有死人而已。说960 200个精英是垃圾，联盟击杀没有什么用，现在变成300个杂鱼，也就是412加入了960嘛，还是打不过露娜。以前60 GT 200条杂鱼都打不过他，忘记怎么被他吊打的了。60 GT 可能还没有长记性，胜过960被我灭亡后再下跪磕头吧。你们倒不如早点跪下向我磕头，求求我饶了960。嘴上很不情愿，身体很老实。960被我打到灭国后，估计又是同一批人跑过来求我收留。从对话上看来，露娜确实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但是960至今为止从来没有输过的。我不清楚他所谓的打败过960是什么时候啦。还说打1316不用半个小时就可以打到他们王国，他一个人吊打80个小豹轻轻松松吧，也就是豹哥。还说豹哥装逼又不像小豹穷逼一样，我又不像小豹那样刷分这两个是小情侣吧每天吵来吵去他还投诉豹哥连续3天天天私信骚扰他，怎么可以这样呢？哈，豹哥，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下流的人但是有人挖到他这场对话了，他讲他要成为第一个在 KVK 是拥有100亿击杀的人，扬言说要超越 Bunny。 可是你们看下面那封邮件，这封邮件还蛮久的，2021年他要求队友用车去撞他的城市。可是队友们，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死掉的车呢将会记录在 DKP 里面。真是不错的领袖呢，可以减轻队友们的负担，还可以让他们获得击杀分数。既然他从以前开始就那么想要打960的玩家了，那刚好他已经移民过去1647了。1647是先锋王国，960也是先锋王国。我建议了1647下次跟960一起报名，好让露娜圆了他的梦，让他去打豹哥，打败960那200条杂鱼，不对，300条杂鱼，让他们见识真正的战神到底有怎样的能耐。顺便把 RZ 跟 Avix 刷下去，成为整个伺服器击杀第1的玩家。单挑能够打赢露娜的亚老已经弃坑了，他再也没有对手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你们对于露娜神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